我直播抓鬼，当红小花空降直播间不屑嘲讽，装神弄鬼的玩意，建议封杀。我呵呵一笑，伸出手指向他身后的白色帘子，是吗？那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你养的小鬼要索你的命了，你还要继续骂吗？宝子们，欢迎收看一口气看完直播捉鬼系列，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文，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吧。注意换好 WiFi。我叫宋泱泱，是阴间第18代摆渡人，平时除了和孤魂野鬼唠嗑助他们解开心结、转世投胎，就是开直播抓恶鬼赚点外快。今天是我开直播抓鬼的第2天，面对各种整活弹幕，我挑了一个还算正常的弹幕回复：养小鬼是不是真的可以招财，帮助主人实现愿望？确实有用，但你既然从他身上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那你肯定也是要付出相应回报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噬。我心不在焉的回答，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正前方那道快速移动的女鬼。这只鬼是我在2天前发现的，每次见到人就跑。虽然我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的隐隐戾气，却没察觉到他想害人的气息。今天如果能说服他投胎，我这个月的业绩也就算完成了。我蹲在草丛里屏住呼吸，时不时地瞥2眼弹幕。主播，鬼在哪？你确定你不是在耍我们？我也觉得这一片乌黑呀，哪有鬼？楼上，你们还当真了？这很明显就是炒作呀，世界上哪有鬼？面对这些质疑，我选择保持沉默，毕竟选择是关键时刻。那个女鬼昏昏欲睡，明显是体力不支了。就当我趁着女鬼打哈哈的功夫，准备掏出符纸定住她时，正在直播的手机忽然响起了一道提示音。虽然我及时捂住了手机，但刺耳的提示音还是让躲在草丛的女鬼惊醒。她转身看了我一眼后，唰的一下消失在了我的面前。我举着符纸的手悬在了半空，愣了好一会，才烦躁地拿出了被我捂在怀里的手机。我把手机解锁后，直播画面恢复了正常。让手机发出声音的罪魁祸首是一个 ID 叫苏甜甜的连麦申请，而此时原本只有几千人的直播间，人数已经上升到了几万人。跟着甜甜来的，听说这是抓鬼直播间？可笑，什么抓鬼？我从开播看到现在，鬼影都没看见。先别说鬼不鬼的，苏甜甜来这个直播间了，看来又有一个抓鬼主播要翻车喽。看到这些弹幕，我才恍然想起，这个苏甜甜我认识。苏甜甜是近2年爆火的综艺女星，靠玄学出圈。当初苏甜甜刚出道时走的是清纯小白花路线，可惜一直没什么水花。直到她参加一档全直播密室综艺逃脱，那次录制是实景拍摄，制作组是真的把这群明星带到了闹鬼的深山老林里。所谓作妖必死，果不其然，他们前脚刚入老林，后脚直播设备全部爆裂，艺人与制作组彻底断联。就当所有人都以为录制嘉宾的性命九死一生时，苏甜甜拖着几个被吓晕的录制嘉宾从深山老林里走了出来。几个嘉宾出来后，每个人都说自己真的看见了鬼，但他们看见鬼后就都被吓晕了过去，并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所以唯一清楚全过程发生了什么的苏甜甜成了焦点。当记者们围着苏甜甜问她发生了什么时，苏甜甜娇羞地撩了撩头发，哎呀，本来不想告诉大家的，那大家都想知道，我就说吧。其实我从小阴阳眼，看得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刚刚那些出现的鬼只是我的朋友们啦，他们没有恶意的，只是太久没见我了，想见见我。可没想到他们化形时没注意，吓着各位老师们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替我的朋友向大家道歉。这个采访视频一出，热搜炸了。苏甜甜靠这段说辞成功俘获大批粉丝，所有人都对苏甜甜有阴阳眼这件事深信不疑。但其实苏甜甜的这段话是她瞎逼逼的。他们几人在录制时遇到鬼确实不错，但让他们安全离开的是我。苏甜甜他们录制时遇到的那个女鬼，是我抓了半个月都没抓到的厉鬼。我发现她时，她的黑瞳已覆盖住整个眼睛的1/3，等到她的黑瞳覆盖住全眼，她就能幻化出实体，对阳间的人动手。因为她怨气极重，所以我默认她会对我造成伤害。我唯一的机会就是她幻化为实体的那晚把她抓住，因为那时是她最虚弱的时候。我等了半个月，终于让我等到。她很聪明，选了个阴气极重的老林，在那里我很难察觉厉鬼的气息。直到几声刺耳的尖叫划破天空，我顺着尖叫声赶去，看见的是被吓晕的几个嘉宾和靠在树边瑟瑟发抖的苏甜甜。此时那厉鬼已经隐隐化出实体，朝苏甜甜靠近。千钧一发之际，我掏出镇魂符把厉鬼困住，苏甜甜借此机会撒腿就跑，这才有了活命的机会。主播为什么不接连麦？快接呀！我等着看甜甜在线打假呢。我也是。上次甜甜打假的那个玄学主播昨天手抄了道歉信，不知道今天这个会咋样。我回过神，苏甜甜的连麦申请依旧还挂在屏幕上。苏甜甜靠着这个人设大火后，渐渐开始嘲讽各路同行，很多靠着玄学吃饭的博主都被苏甜甜公开打假过。因为那些玄学主播也是瞎掰，经不起苏甜甜的几番追问，所以都灰溜溜的道歉跑路。我知道他这次是盯上了我，可我和他以往打假的主播可不一样，我可是真的。看着飞速滚动的弹幕，我伸出手机，把摄像头对准了自己，然后同意了苏甜甜的连线申请。连线接通以后，苏甜甜明显愣了一下，或许她也没想到我会就这样接通电话。毕竟以往他出现在别的主播的直播间时，那些直播都是直接灰溜溜的快速下播。芜湖，他竟然真的接了。今天有好戏看了，甜甜快冲呀！最讨厌这些装神弄鬼的人了，坐等甜甜打假主播。弹幕迅速被苏甜甜的粉丝占领，苏甜甜见状立马调整好状态，直入主题。听说这位老师最近很火吗？还现场给大家直播抓鬼。可这位老师，你知不知道装神弄鬼可是犯法的？我瞅着你这四周空荡荡的，也没有鬼的踪迹啊，
我举着手机慢慢走出了树林，见他这样说，我默默开口：哦，这里没有鬼的踪迹，那哪里有？与此同时，我走出了公寓后山的公园，暖黄色的灯光打在我脸上，我身后的建筑也展示在了镜头面前。苏甜甜见状，忽然嗤笑一声：这位宋老师，如果我没看错，你现在人应该在大马路上吧？太可笑了，你做戏难道不用做全套吗？你知不知道人间阳气太重，一般的鬼是不能出现在人多的地方的。你要演抓鬼，也应该去找个深山老林抓，你在市区抓的什么鬼？胆小鬼吗？苏甜甜此话一出，弹幕瞬间笑成一片。就是说啊，这个主播的上一场直播我也看了，他说鬼多的地方其实是夜市，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都没多少鬼，给我笑死了。咱是人都知道鬼怕人吧，鬼就应该待在人少的地方才对啊。对呀，我记得甜甜之前说她要去见她的朋友都要坐车去大山里，她的朋友们不爱出现在人多的地方啊。楼上我觉得也不用太舔苏甜甜，感觉两边都很假。面对这种情景，我其实不想多说，有些人但凡动脑子想想，也应该知道每个鬼都是人死后变成的。说到底，他们也还是人类，大多数的鬼都是喜欢热闹的。那些所谓的鬼就爱待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的话，都是谬论。学校、夜市、商场才是正常的鬼爱待的地方。苏甜甜见我不再说话，以为是我的谎言被戳破，不敢继续反驳。她脸上扬起一抹得意的笑。这位小主播竟然谎言被戳破，那你就自己退网吧，不要在网络上继续坑蒙拐骗了，这样可不好哦。苏甜甜话落，我抬起了头，与苏甜甜对视上的那一刻，我隔着屏幕看见了萦绕在苏甜甜四周的煞气，那道煞气极重，黑烟中还掺杂着几缕白烟。黑烟是从苏甜甜身后的白色帘子里散发出来的，一般的鬼是不会有那么重的煞气的，而且这道黑烟中还夹杂着几缕白烟，就证明这煞气的主人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养小鬼。我知道娱乐圈有很多艺人养小鬼，靠小鬼来让自己长红，但他们多半养的都是善鬼。善鬼顾名思义就是心思不坏的小鬼，这些小鬼多半死时都没经历过什么痛苦的事，所以他们心思善良，对主人并没有什么危害，也不能帮主人实现愿望，养他也只是起个心理作用。但还有一种小鬼就不是那么好心了，这种小鬼多数死前经历了虐待、欺辱，他们死后不愿转世投胎，寄生在了一个物品中，等待交易人与他们交易。这种小鬼一般需要以血供养，他们确实能帮喂养人实现愿望。当然，喂养的人也要为此付出些什么，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反噬。很明显，苏甜甜养的这种小鬼就是后者。而且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今天就是这小鬼成型的日子。我的眉头逐渐蹙紧，看着还在喋喋不休地嘲笑我的苏甜甜，我开口打断了他：苏甜甜，你是不是在家里养小鬼？此话一出，苏甜甜愣住了，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却转瞬即逝。片刻后，苏甜甜捂住嘴笑了出来，哈哈哈，你叫什么？宋泱泱对吧？你还真是好笑，我养小鬼，你怕不是被我揭穿之后破防了吧？还造谣我。他说完，原本安静了的弹幕再次刷起屏来。哎呦，我刚刚看宋泱泱表情那么严肃，还以为他说的是真的呢。这个主播好阴暗啊，自己坑蒙拐骗被甜甜揭穿了，骗不到我们钱了就破防了，然后开始造谣。甜甜可怕哦，你没事吧？大姐，你知不知道造谣女明星养小鬼对一个女明星的伤害有多大？弹幕无疑不再痛骂我造谣苏甜甜。苏甜甜见状，无辜的眨巴眨巴眼睛，可怜巴巴道：哎，谢谢大家为我说话，我一个天生阴阳眼的人，怎么可能会去养小鬼？而且我曾经不是和大家说过吗？养小鬼是不能对自身有什么帮助的，而且还可能遭到反噬哦。我闻声嘴角抽搐了两下，原来你自己也知道养小鬼会遭到反噬。那你知不知道，你养的这个小鬼现在已经快要成型了，再过2个小时，它就会潜入你的身体，要了你的命。我满脸严肃，苏甜甜的表情却像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她捂着肚子，笑得前仰后翻。不是，宋泱泱，我看你才是演员吧？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还成型？我怎么不知道呢？哎呦，笑死我了！看他这副样子，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对他下达了最后通牒：苏甜甜，你给我听着，我不知道你养的这个小鬼动的是什么心思，如果他只是想要你的胳膊或者腿，那算你幸运，但如果这只小鬼怨念极重，想要你的命，那你根本活不过今晚。如果你不信，我也没有关系，你掀开你身后的帘子，看看小鬼的黑瞳是不是快要蔓延至全眼了。小鬼的黑瞳蔓延至全眼，就代表他即将成型，等到那时，鬼王来了都救不了你。我说完后，苏甜甜的表情一僵，弹幕也开始飞速滚动。他说的怎么跟真的一样？我差点就信了，666，看起来不像编的。没人注意苏甜甜都不笑了吗？不会被说中了吧？蹲一个后续。苏甜甜看着弹幕，张了张嘴，似乎还想狡辩，我却直接切断了连线。我话就说到这，你自己好自为之。切断和苏甜甜的连线后，我直播间的人数还是只增不减，提问的人越来越多，我索性就坐在马路边和弹幕聊起了天。可10分钟后，苏甜甜的连麦申请再次出现在了我的直播间，弹幕在看见苏甜甜的连麦申请后再次沸腾。哇哦，甜甜怎么又打回来了？我就说肯定还有后续，主播快接啊姐姐，看看他要干什么。弹幕不停催促我接通连线，我却丝毫没有想搭理苏甜甜的意思。我估摸着他是发现了他养的小鬼真的有异常，才会再次打电话过来求助。你们蹲小鬼后续的就不要待在直播间了，我不会搭理他的。说完，我挂断了苏甜甜的直播连线，可几秒钟后，苏甜甜的连线申请又弹了出来，看来是出急事了。
我微微勾唇，借机开口，现在申请连线，需要2个嘉年华哦。我话音刚落，2个嘉年华直接腾空而起，出现在了我的直播画面中，而送礼物的人就是苏甜甜。见到礼物后，我终于接通了苏甜甜的连线申请。直播画面里，苏甜甜发丝凌乱，满脸惊恐，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正前方。很明显，她刚刚肯定是经历了什么不好的事。苏甜甜，我出声叫了苏甜甜的名字，她的眼睛才从正前方移到了屏幕前，看见我，她哇的一下哭出声，态度跟刚刚简直就是180度大转变。宋老师，求求你救救我，求你！我出不去了，我现在出不去了。我闻声也有些不解，什么出不去了？就是我打不开门，我也看不见外面的样子，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我是不是要死了？苏甜甜语无伦次地描述她现在所处的环境。我闻声心中顿感不妙，但我也不能妄下定论，于是我开口对苏甜甜说，看不见外面的样子，你先站起来，找个窗户，让我看看你现在在哪里。我说完，苏甜甜猛地摇头，不行，我不敢，我现在在杂物间，我不敢出去，外面好黑。苏甜甜死活都不愿意出去。我还没说话，直播间的弹幕已经炸了。什么情况啊？不会真养小鬼了吧？苏甜甜，哎呀，你出去看看又不会死，躲在角落里才可怕好不好？哎，苏甜甜不是看得见鬼吗？怎么还怕？主动出击啊！和他成为好朋友，阴阳怪气表情包。看见这条评论，我没忍住笑了。苏甜甜靠阴阳眼人设出圈后，经常在微博分享风景照片，然后配文给大家看看我新认识的朋友。她还只是个16岁的小姑娘哦。因为正常人都看不见鬼，所以每一张苏甜甜分享的空景都成了她口中所谓的好朋友存在的地方。她甚至会在评论区贴心的解答关于她编造出的鬼的身世。以往人们都对苏甜甜发表这种言论，从来没有人会质疑，没想到那么快就有人来阴阳怪气了啊！我的思绪被苏甜甜的尖叫声打断。直播画面里，苏甜甜的额头已经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她来了，她来了！我听到铃铛声了，呜呜呜铃铛。一般的小鬼身上是不会绑铃铛的，只有煞气极重的小鬼才需要绑着铃铛，因为一般的载体压抑不住小鬼的煞气，只能依靠铃铛来镇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不再嬉皮笑脸，看着不停发抖的苏甜甜，我语气严肃道：苏甜甜，我不管你现在有多害怕，你必须让我看见你目前所在的地方在哪。你现在去找个有窗户的房间，让我看一下窗外的景色。我真的不敢。快，没时间给你害怕，你难道想死吗？苏甜甜抽抽噎噎的开口，我直接厉声打断了她。见我态度坚决，苏甜甜闭了闭眼睛，好像下定了某种决心。她扶着墙站起，随后睁开了眼睛。好，我去。苏甜甜一路沿着墙出了杂物间的门，我死死地盯着苏甜甜的四周。杂物间的门打开的瞬间，我一道黑烟扑面而来，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叫停了苏甜甜。你先别动，把镜头翻转照一下四周。苏甜甜照做后，我整个人呆在了原地。在别人眼中，苏甜甜的家并无异样，但在我们摆渡人眼里，苏甜甜的整间屋子都被黑烟笼罩，黑烟的浓重程度决定了小鬼的煞气有多重。看见这幅场景，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宋老师，宋泱泱，你还要不要看窗外？我还要继续往前走吗？苏甜甜见我迟迟不说话，开口问道。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你继续走吧。10几秒后，苏甜甜拿着手机带我走到了一间卧室，那间卧室里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我看清了窗外的画面。此时窗外漆黑一片，仔细看能看见在空气中不停翻滚的黑烟，只一眼我就认出了这地方，这是每一个小鬼都有的意识空间。这只小鬼是把苏甜甜拉到他的意识空间里了。在小鬼的意识空间里，苏甜甜会与世隔绝，她不能与阳间任何人联系，除了我，因为我也是阴间的人。怪不得苏甜甜会给我打来连线申请，她应该是已经发现了自己除了我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我靠，有人发现这窗外黑漆漆一片吗？怎么还冒黑烟啊？演恐怖片呢？不对劲，我记得苏甜甜家在别墅区，黑天也跟白天似的，怎么现在漆黑一片？她小区停电了，我感觉苏甜甜可能被拉到别的世界了。楼上，咱俩想法一样，我刚刚去看了看苏甜甜的 IP 地址，你猜显示的是哪？哪呀？快说呀！我靠，我去看了，苏甜甜 IP 地址在阴间。我靠，是真的，鸡皮疙瘩起来了，我靠！弹幕激烈的讨论起来，苏甜甜或许也看见了弹幕，她一下子瘫坐在地上，下一秒她边哭边叫我的名字。宋老师，求求你救救我，我现在谁都联系不到，只有你的直播间在我这里有信号。刚刚是我错了，其实我不是什么阴阳眼，我刚刚都是在瞎说，求求你救我，你一定有办法的。见他这副样子，我竟然有些心软，我求求你了，宋老师，求求你了，我还不想死，我当初就不应该听信谣言去养小鬼，我知道错了，求你救救我。苏甜甜哭得梨花带雨，我终究还是没狠下心。行了，你别哭了，你现在把你养小鬼的全过程说给我的，记住细节也要详细描述。苏甜甜吸了吸鼻子，缓缓开口：2年前我录制综艺鬼笑的时候就遇到过一次鬼，你应该知道那次其实不是我救了艺人老师们，我为了热度撒谎了，靠着这个火了以后，我每天心里的惴惴不安，觉得自己沾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了2个月。我的经纪人看不下去了，他告诉我如果实在害怕以邪压邪就好了，他让我去养小鬼。一开始我是拒绝的，可我经纪人非说养小鬼在圈内很常见，很多很红的艺人都是靠养小鬼才爆火的，而且并没有什么反噬。在我经纪人的极力劝说下，我动摇了，于是第3天经纪人就给我请了一个小鬼。
苏甜甜说到这里，我打断了她，此时的弹幕已经沸腾了。天哪，我这是吃到了什么惊天大瓜呀？太牛了吧！好家伙，苏甜甜翻车了，这是爱听跟鬼故事似的，哈哈哈！我无视弹幕，开口道：“这个小鬼，你应该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吧？说给我听听。”苏甜甜咽了咽口水，缓声道：“我也记不清了。我把他接回家后，经纪人告诉我一定要把小鬼放在身边，不能离我太远。我就把他放在了卧室里。滴血的时候，我也不敢看那个小鬼。我只大概记得他是古铜色的，不是很大，但是他身上缠着红绳，红绳上面绑着几个铃铛。几个？”我瞪大双眼，惊叹出声：“大概7、8个吧。”“怎么了吗？”“7、8个。”听到这里，我直接从马路牙子上站了起来。小鬼身上绑的铃铛也是有讲究的，铃铛越多，小鬼煞气越重，7个铃铛是上限。我深吸一口气，内心直呼好家伙，看来这把是高端局啊！想到这里，我竟有些兴奋。我在人间游历数百年，已经很久没遇到过煞气那么重的鬼了，这次竟然还是个小鬼，这次收服他，我不得直接退休。宋老师，宋老师，你听到铃铛声了吗？啊，声音越来越大了，我把声音调到最大，确实有铃铛声，仔细听，还有绳子断掉的声音，看来他马上就要化形了。宋老师，我现在要怎么办啊？苏甜甜哭着问我，我却没有回应，把和苏甜甜通话的手机揣进了裤兜里。我不紧不慢地赶到路边，扫了个共享单车。苏甜甜看见屏幕黑了，以为是我要抛弃她。手机里，苏甜甜的哭声撕心裂肺：“宋老师，求求你救救我呀！求求你，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呜呜呜！我听着她的分贝，翻了个白眼，对着裤兜说：“急什么？红绳没断完，他还不能对你动手，别吵，等我先回家再说。”我说完，直接把手机调了静音。5分钟后，我打开了家门，才把手机掏出来。我的脸出现在直播画面里的瞬间，屏幕前的观众纷纷刷屏：“主播终于回来了，你快去看看苏甜甜吧，她好像被吓晕了。”嗨，真无语，之前装阴阳眼骗我们的时候胆子怎么那么大，遇到真鬼就变成这样了。不是，楼上有没有同情心啊？这怎么说也是一条人命。主播，你快去看看吧。我扫了眼弹幕，才注意到苏甜甜。直播画面里，苏甜甜瘫倒在地上，却还不忘把手机镜头对准自己。我叹了口气，一边往卧室走，一边对苏甜甜说：“醒醒，别晕了，我回家拿点符纸，等等就过去找你。”我话音刚落，苏甜甜猛地抬头，她面色惨白，看见我如同快要旱死的鱼看见了水。听到我这样说，她又开始哭：“姐姐，你真好，姐姐，我就知道你没有抛弃我，谢谢你，姐姐。”呜呜，在苏甜甜痛苦的哀嚎中，我打开了我放在床头的保险柜，保险柜里放着一排发光的符纸，我把直播镜头对准符纸，轻咳2声：“嗨嗨，看见没？我的符纸。”苏甜甜闻声，还以为是我想展示自己有多牛，于是她急忙开口夸我：“哇，姐姐你真的太厉害了！姐姐你停，我确实厉害，但这些符纸都是要钱的，你别以为你夸了我就能不给钱。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个闪着红光的18880，这个紫光99999。我这话一出，弹幕哈声一片。宋泱泱之前真的不是喜剧人吗？怎么那么好笑？好家伙，苏甜甜都要被吓死了。宋泱泱在这里推销自己的符纸，太好笑了。666，我买，上链接。停，姐姐，我要最好的，我有钱，姐姐你快来吧。我好像听到脚步声了，苏甜甜打断了我，我点了点头，随手把保险柜里最贵的符纸揣进了兜里。准备好一切，我对着直播间说：“我现在把苏甜甜的直播画面放大，今天来给你们看看真正的恶鬼是什么样的。”说完，我把苏甜甜的画面切了大屏，随后倒扣了我的手机。在观众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从枕头下掏出了一面铜镜，这铜镜可以通往阴间的各个地方，当然，这个小鬼的意识空间也是可以直接过去的。就在我默念咒语时，手机那头传来了苏甜甜撕心裂肺的尖叫。啊呀呀！苏甜甜的尖叫声响彻了整个意识空间。我来到苏甜甜的意识空间时，小鬼刚好化形成功，破门而入。苏甜甜被吓得连连后退，小鬼见状被逗得咯咯直笑。他快速朝苏甜甜靠近，千钧一发之际，我从口袋里掏出符纸，灵不附体，千魂入我去。咒语念完，符纸闪出金光，金光在靠近小鬼的瞬间变成一道枷锁，把小鬼的脚拴了起来。正在走路的小鬼砰的一声摔倒在地，然后慢慢的把头转向了我。对视上的那一瞬间，我都险些被吓了一跳。只见那小鬼双目空洞，七窍流血，仔细看，他身上每一处都有些许伤痕，鞭打、水烫、针扎，遍布全身。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皱起眉头。每一个鬼死后都会保留着自己死前的模样，可想而知，这小鬼生前到底遭遇了多么可怕的折磨。与此同时的直播间，弹幕已经沸腾，太酷了！现场抓鬼，分享到我家族群。妈呀，主播威武！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女神，姐姐，你好帅！呜呜，我要给你生孩子。苏甜甜看见小鬼摔倒在地，她颤颤巍巍地从角落里站起来，急速跑到我身后，她死死地抓着我的手，好像抓住了什么救命稻草一样。宋老师，这样是不是就行了？苏甜甜看着不停挣扎的小鬼，开口问道。我死死盯着小鬼，摇了摇头。下一秒，挣脱不开束缚的小鬼怒了，啊呀，哈哈！他的嘴里不断发出奇怪的声音，挡住小鬼的符纸顷刻间化为灰烬。小鬼从地上爬了起来，虽然我看不见他的瞳孔，但我能感受到他的悲伤与愤怒。他快步向我冲来，反应迅速，把苏甜甜推开，随即再次拿出一张镇魂符，镇压此鬼之魂，永不翻身。
去！魂咒在我念出咒语的那一刻飞向小鬼，小鬼见状竟然扯出了一抹笑。他轻轻扬手，我飞出的符纸再次化为灰烬。我见状心一惊，坏了，好像干不过，就这点小伎俩也想跟我斗吗？不要耽误我的时间，我今天只要他的身体，不要阻拦我，我要报仇，我要报仇！小鬼含糊不清的开口，声音还是如同孩子般稚嫩，只不过多了几声回音。我深呼吸一口气，既然他会说话，就证明他不像其他恶鬼一样被施了神智，他是可以交流的。我给苏甜甜使了个眼色，然后一边靠近苏甜甜，一边柔声道：“你先不要动，小朋友，你是想报什么仇啊？可不可以告诉姐姐？”小鬼闻声真的不动了。我趁机对苏甜甜说：“这小鬼有神智，你先和他聊，我干不过，去搬个救兵。”我说完，没等苏甜甜回应，就径直溜回了阳间。回到家中后，我把保险箱中的暗门打开，暗门打开后，里面放着的符纸瞬间闪出刺眼的金光。我看着这个金光闪闪的符纸，咬了咬牙。这是我爹死前塞给我的符纸，是他呕心沥血倾尽一生才研究出来的符纸。我爹死前告诉我说，这符纸就算是鬼王来了，用了它，我也足以脱身。我本来想着用来保命用，但现在也没办法了。我闭了闭眼，欲哭无泪。爹呀，女儿不孝了，你这一物我先用了。我说完，一把抓起符纸，回到了小鬼的意识空间。而此时的小鬼竟然已经平复了下来，我目瞪口呆，苏甜甜却早已泪流满面。呜呜，泱泱姐，她好惨啊，不然就让她拿我的身体去复仇吧。而此时，弹幕也哭声一片。他好惨，他刚出生就被卖到了缅甸，因为长得好看才1岁就被侵犯，受尽折磨后竟然还被挖掉所有内脏，成了装毒品的容器。我受不了了，听得我牙痒痒。兄弟们已在暗网上下单机关枪，那些禽兽我去杀，算我一个，太过分了。我愣住，摸不清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所以现在到底是……泱泱姐，你别说了，我活着的这几十年已经享尽人间繁华了，我也是时候为人民做些贡献了。小宝，你来吧，用姐姐的身体去打死那些坏蛋，让我的名字最后再上一次热搜。苏甜甜说完，就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她表情坚定的像是要去入党。可此时的小鬼却也犹豫了，他空洞的双目处缓缓流出了一道血泪。姐姐，谢谢你。小鬼走进苏甜甜，却在靠近苏甜甜20厘米处停下。他缓缓抬起手，就在我准备掏出符纸制服他时，他竟然只是抬手摸了摸苏甜甜的头。姐姐，从来没有人愿意听我说完话，你是第一个。从前我流转在人间各地，他们每日为我血水，却只是想利用我完成他们的心愿。等到他们心愿完成后，就把我送出去，导致我一直没有化形成功。只有你，不仅给我喂血，你还经常给我买玩具，你还把我养大了，而且愿意听我说完我的故事。你甚至还叫了我的名字姐姐。对不起，我刚刚吓到你了，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你放心吧。我从小没感受到善意，是刚刚这些哥哥姐姐、屏幕前的观众和甜甜姐姐让我感受到了一丝温暖。他们说会帮我报仇，这是第一次有人说要帮我，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小鬼说完，伸出手擦了擦血泪，随后他看向我，我知道你是阴间的人，你们肯定抓了我很久了吧？你的那个符也别藏了。被他忽然一 Q， 我背在身后的符差点没拿稳掉下来。你带我走吧，我不愿了。他说完，扔下手中的铃铛，盘腿坐在了地上。而此时的苏甜甜已经哭倒在地。我咽了咽口水，犹豫片刻，还是从身后拿出了铜镜。屏幕前的观众们见状，纷纷留言劝道：啊，非要这样吗？他好可怜啊，要不把他留下吧？怎么办？我舍不得他。呜呜，我的小宝，看哭了，他好真诚。我见状摇了摇头，解释道：不可以的，鬼是不可以一直留在阳间的，时间久了他会神志不清，变成恶鬼。雨落，我默念咒语准备收服小鬼，苏甜甜却忽然打断了我，她带着哭腔，一脸真诚：泱泱姐，是不是如果我死了，他就能活着？我愿意用我的命，不可以哦。我缓声拒绝。与此同时，铜镜闪出金光，小鬼的身形渐渐透明。苏甜甜急忙扑上前，小宝呜呜。小宝伸出手，再次揉了揉苏甜甜的头。彻底消失前，他对苏甜甜说：姐姐，谢谢你。姐姐，再见啦。正文完，苏甜甜番外。此事过后，苏甜甜宣布退出娱乐圈。再次见到苏甜甜是2个月后，我去云南边境抓鬼时，在那里遇到了灰头土脸的苏甜甜。看见我，她朝我挤出一抹真诚的笑：好久不见呀，泱泱姐。我看见她现在这副样子，吓了一跳。明明2个月前还是个光鲜亮丽的女明星，怎么现在变成村姑了？寒暄过后，我才知道苏甜甜在退圈后用她所有的财产去回馈云南边防，还在边防附近开了一个孤儿院。我闻声喉间一梗，一瞬间什么话都说不出。过了许久，我才开口：这样子你不会后悔吗？苏甜甜笑着摇了摇头，眼睛望向了远方：不会，我想尽力帮助每一个被拐卖的孩子，而且我这样做，说不定小宝会看见呢。苏甜甜说完，远处忽然走来一个瘦瘦小小的孩子，看见苏甜甜，他飞奔向她，扑进了她怀里。他哭哭啼啼地说自己迷路了，苏甜甜急忙安慰他，随后牵着他的手往孤儿院走。而我站在苏甜甜身后，看见了那孩子脚上用红绳绑着的铃铛。全文完，感谢宝子们的观看，你们的关注和赞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